以色列不宣而战，报复转头就来，数十枚火箭炮飞向以色列，被群殴的滋味不好受。美国连忙施压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我们知道，中东地区常年被战乱困扰，这也是中东被美国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中东国家来说，战争对发展毫无益处。曾经的他们在美国的挑拨下势如水火，但随着他们看清美国的真面目，也开始用实际行动实现和平。前不久，中国帮助沙特和伊朗解开误会，在沙伊两国复交的影响下，和解成为中东这段时间的关键词。沙特与胡塞武装也打算坐下来谈谈停火的事儿，这说明双方想结束军事冲突的愿望已经十分强烈了，打算推进永久停火的计划。但是这种握手言和对以色列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，因为这代表着他们可能会再次成为中东的公敌。于是他们心里开始盘算起如何破坏这种和平趋势。前不久，以色列开始疯狂在中东挑事儿，对邻国采取了军事行动，而以色列的不宣而战让联合国措手不及，只能紧急发声叫停战火。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以色列还没得意很久，报复转头就来。由于以色列得罪的国家众多，这次中东三大势力一同开火，数十枚火箭炮飞向以色列，所谓的中东小霸王遭到了群殴。以色列还表示，周边有3个国家准备与他们来一场大战，150万枚火箭炮蓄势待发。很明显，这种群起而攻之的反击策略很可能会让以色列难以招架。明知道会遭到报复，以色列为什么还要发起攻击？主要有2方面原因。一方面，以色列政府今年推动的司法改革引起一些不满，10多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，高举旗帜反对改革通过。于是以色列打算用战火来转移人们的视线，结果不小心却惹了大祸。另一方面，和平的中东不是美国想看到的。以色列作为美国听话的小弟，不管是否自愿，都要为美国分忧，让中东局势更加紧张。美国为了给以色列壮胆，连忙进行施压，高调派出核潜艇前往中东，威慑的味道已经溢出了屏幕。从目前来看，美国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了。虽然美国是想让中东变得更为分裂，但是并不是让中东分成2块，以色列占一块，其他中东国家占一块。随着以色列把周边国家得罪个遍，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其他中东国家，如今已经是越来越团结，甚至想把美国势力赶出中东，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。现在中东火药桶再次被点燃，但是中东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，以色列是否还能在美国的帮助下和其他中东国家对抗，估计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总之，只要美国还在中东地区有小弟，中东地区每次走向和平，就会有美国从中作梗。之后这种动乱估计还会更多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